大家好，我九妹，我现在人在日本的茨城哦。那之前有另外一支影片是在介绍说我们来到茨城，然后怎么玩很方便。那今天这支影片的重点呢，就是在日本开车。其实之前呢，我就有跟古德，就是日本的朋友陪着他开车过。可是这次呢，是用我的名义我租，然后我开。那其实，在日本开车，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它是右驾，然后要靠左行，所以呢，很多地方在台湾开车是全部相反的。那我刚好稍微开一小段了，真的是不太习惯，我还在习惯当中。所以这支影片除了会带大家看到一些茨城的景点之外呢，重点就是跟大家分享说，在日本开车自驾游要注意的一些点。那首先来讲领车的部分，其实在日本租车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有台湾的驾照，然后去这个监理所、监理站，注意哦，不是换国际驾照，是要换日文的驾照译本。那我记得好像只要100块吧，然后非常快就换到了。事先预约，你就可以在日本租车了。那我租的这一台是 Toyota 的型号叫做 V， 台湾好像没有，是一个5门掀背车，看起来小小的，可是我刚刚开一小段，我觉得空间还 OK 啦。那我们就出发，开始这一次的日本自驾游吧。Everything we got, give it an honest shot, turning it on and off, we've been sliding. 各位，我刚刚领到车，然后开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常常会有一种错觉，是觉得自己在逆向，然后很恐怖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，如果第一次来到日本开车的话呢，找一个可能在日本待过的人，或者找一位台湾的友人陪同你坐在副驾，一直帮你注意车况，就2个人同时在注意说现在要右驾左行，比较不会出问题。可是开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其实在日本开车挺舒服的，因为日本人的道路的安全的意识比台湾好很多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好非常多。甚至很多时候我在开车啊，我就觉得他们的行为模式跟电脑一样，就是他们都会保持固定的车距，几乎都会。然后呢，他们要超车要怎么样，他们都会乖乖的打方向灯，转弯车都会远远的让直行车，他们都很乖。所以其实日本开久了很舒服，尤其是我们从这种茨城啊，然后开往其他地方，因为是比较偏乡下嘛，所以车子比较少，开起来真的很舒服。所以如果是爱开车的人，我觉得很适合在茨城这样子自驾游，蛮棒的哦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茨城县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叫做牛九大佛。顾名思义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佛像。这边有比例尺哦，牛九大佛高达120公尺。什么概念呢？它大概是30层到35层楼高，非常的高。那这个高度的大佛呢，在金氏世界纪录当中是全世界第3高的佛像，它同时也是茨城县最高的建筑物，也就是说，茨城县连一般的大楼都没有比它高。那台湾其实也有一个，在八卦山有一个坐着的佛像，那它的差别在于它是站着的。那这个牛九大佛有一个跟台湾也是有渊源的，因为这个牛九大佛就是由台湾的雕刻公司设计制造，然后呢把一块一块这样运来日本，然后最后把它搭建起来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来到这边，然后看到台湾的公司所制作佛像站在这边，也蛮有意思的。那比较一下啊，它这个比例尺旁边呢，自由女神像大概是40公尺，所以它是自由女神像的3倍的高度，然后非常的大。到底有多大呢？大家有看到旁边这一坨，这一坨就是佛像上面他们叫做罗法，那有非常多颗，那其中一颗就这么大。我刚刚有稍微进去看一下里面，它里面呢也有电梯，然后可以坐上去，然后里面也有展示一些，包括了这一个佛像是怎么盖起来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佛陀的起源，甚至有舍利子，然后还有一些供像，你可以去膜拜它，然后还有贩卖一些纪念品等等的，我觉得是很酷的哦。那除了牛九大佛之外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很可爱，就是牛九大佛旁边有一个免费的动物园，然后在这边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买到胡萝卜，
然后喂这些兔子，这些兔子很亲人，而且我觉得顾得很好，不会臭，也不会咬人啊，至少目前没有被咬。好，来了，吃啊，大家都喂到了。那除了一般的兔子之外呢，旁边还有哈姆太郎，很疗愈哦，就是礼完佛、拜完佛之后呢，可以来喂兔子。各位，我们昨天呢一路开车从茨城县，然后开到了它的应该算是西边吧，立木县。然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叫做日光。那日光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日本人会来观光的地方，它是像是瀑布还有温泉非常的有名。那我们昨天住的是和式的房子，很酷哎！我已经也是很久没有住过这种和式的房子了，很大，很温馨。然后呢，这外面就是鬼怒川，我们现在住的点是鬼怒川，鬼怒川的温泉很有名。那我们今天就出发，继续往下一个景点移动吧。我们现在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面，然后呢，我很喜欢日本的一个点是呢，日本的内车道通常都没什么车，就是他们蛮乖的，内车道真的就当做超车道使用。你看我们现在是3线道嘛，那我右边是内车道，那其实在3线道的时候，内车道真的都没什么车，只有超车的人会走这边。他们超完车之后呢，就会乖乖的往左切回来。所以我现在开中线，然后那些货车啊、大卡车就会开左边。你看我们从刚刚讲话到现在，右边都是没车的，除非有车子要超过我。当然，有的时候高速公路如果比较小条，只有双线道的话，那就会两边都还是会有一些车子。但是如果在3线道或4线道的时候，内线道真的是就没有什么车子，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了，在日本开车其实挺舒服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茨城县的南部，一个叫做江户剧场的景点。这个景点虽然有开放观光客进来，但其实是不能拍摄照片跟影片的。我们因为有受到茨城县政府的邀请，拿到媒体证才能拍摄影片。这里主要是给日本的电视电影拍摄时代剧与电影用。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，看到如此大又空旷的片场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我现在有没有像是那个导演来看景？是不是？那这边在外面的办公室，你看有很多的海报，那这边非常多的时代剧都在这边拍摄。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很多一线的日本艺人都有在这边演出过。各位，我们已经把车子开回到东京，然后刚刚顺利的检查完车子，成功的还车了。总共租了3天，然后刚刚看了一下里程，我们开了900公里，所以其实算是开蛮远哦。就是因为我们在茨城绕了很多地方，甚至中间一度开去福岛啊、开去立木啊等等的。那这一次自驾游，我觉得蛮顺利，而且很舒服。包括前面讲过，其实在日本的乡村开车，第一个是车子比较少嘛，第二个是日本人开车其实很保守，他们相对是蛮乖、蛮遵守那个交通规矩的。所以呢，你不会突然出现说什么车子插你啊，或者怎么转弯车突然乱转，所以开起来真的是蛮舒服的。但是我还是建议，就是你自己懂一点点日文，或者是你的朋友懂一点点日文，再租车开会比较好。主要是因为包括了有一些路牌的指示，或者是在输入导航的时候，还是要懂一点点的50音，稍微的懂一点日文会比较 OK 哦。但我是有请一个翻译，那基本上全程就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在开车上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，除了基本的交通规则之外呢，在日本的乡下地方有很多十字路口，它不是红绿灯，它会写一个三角形的止，就停止的那个止。但到那个地方，你一定要停下来哦，不是缓缓开过而已，你要整个停下来，然后左右看2-3秒，
再开走，因为有一些日本的警察会在旁边等着你。如果你只是减速，没有完全停下来就开走的话，很有可能被开单。日本的罚单跟他们的物价是一样贵的，所以这些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综合来说，我觉得从茨城这样一路开来东京，蛮好玩的，也蛮舒压的。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蛮喜欢开车的人啊，所以爱开车的人，我觉得可以挑战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玩法。而且呢，它是可以甲租乙还，你可以飞到茨城县，然后从东京的成田或羽田再飞回去都可以，看你机票怎么订。那我其实是茨城进茨城出，但是我也只要花500日元坐巴士回到茨城的那个机场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问题也不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在日本自驾游的心得。大家如果对于这样子自驾游的行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问我。喜欢我的影片加一个赞，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